大伙儿听好了，为了响应厂里成本控制的号召，这季度的结算款，我熬了3个通宵，算了一套扒皮算账法。林峰，你收费只是收得多，但是扣除你那破3轮车压坏地拔的地拔磨损费3万，占用厂区过道的道路承接费2万。也太黑了吧！地拔本来就是走车的。别急，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根据保安队统计，你每天在厂里转悠收废品，多踩了水泥地800脚，扣除地面摩擦费500块。经常用厂里的水管洗手，扣除水源占用费300块。还有最后一项视觉污染费，因为你那破废品杖扎在咱们厂门口破破烂烂的，严重影响了厂里的风水和高级感。这是王厂长仁慈，给你抹零凑整剩下的。林峰，上来领展款吧。本来想微信转给你，但咱王厂长说要有狼性仪式的传承。拿着吧，小林，你嫂子这账算得细。这叫粒粒皆辛苦，你要感恩厂里给你口饭吃，让你知道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还是老板娘大气，林峰，这可是老板娘教你做人的规矩，还不快谢谢？谢谢王厂长，谢谢老板娘。地坝磨损、地面摩擦、视觉污染，这一刻我学到了。知道就好，这胶布钱我就不收你的了，回家慢慢撕，撕破了可连1毛都花不出去。放心，我绝不撕。这0.1元买来的规矩，我会10倍、100倍的守到底。从明天起，我这废品站绝对不占厂里1毫米的便宜，把你们这套规矩贯彻到底。各位忙，我回去反省了。老板娘，你定的规矩真好用。为了感谢你，第一个拿来试手的，就是你养的好狗赵大强。都听好了，老板娘新规，为了杜绝私吞公物，各个区域的工具设备严禁跨区外借，哪怕是一把扫帚，越界就罚款500，全场通报。这也太苛刻了吧！我们借个铁锹都不行。闭嘴！谁敢违规，直接扣钱。破烂王，把你的电子秤往里挪挪，探出界半公分了。赵队长真是尽职尽责。李总，您亲自来验货啊！咱们那300万的特种纸浆合同，只要重量达标，这就签。小林，快把你那台精准的电子秤借过来，给李总称个样块。王厂长，根据保安队5分钟前刚出的新规定，我这把秤出不了我这个配品站门口啊。快点啊！愣着干什么？李总赶时间。王厂长，不是我不借，赵队长刚立的规矩，严禁跨区外借，说这是死规矩。什么乱七八糟的？变通一下不行吗？变通就是违规。赵队长说了，越界罚款500，这钱越界了，知道吗？您出吗？罚款500。你怎么偌大个厂子，连台准的秤都没有，随便拿个什么来称？快把库房里那台旧秤拖出来！几百万的生意，连个秤都用不起。王海，看来外面传你们资金链断了是真的。林峰，你存心的吧？你就不能为了厂子牺牲一下那500块钱吗？那他妈是300万的单子！王厂长，刚才的情况大伙儿都看到了。您刚才把我的破秤砣扔地上，现在完全坏掉了，这属于故意损毁园区商户财产。你个收破烂的还要找我赔钱？第3章第5条，损坏财产照价赔偿。这扇门维修费200块。赵队长记一下，从王厂长下个月账上扣除200元，如果不扣，那就是你渎职。好得很，跟我算账是吧？既然你要算，那我们就好好算算。今天单子黄了，全场都有责任。
今晚所有人不许走，通宵给我分拣废纸，分不完谁也别想下班。今天单子黄了，全场都有责任。今晚所有人不许走，通宵给我分拣废纸，分不完谁也别想下班。都别抱怨，老板给你们饭吃，谁敢走就是没有狼性。对了，今晚是业绩未达标的整改，夜宵厂里不报销啊！谁让你们白天干活慢，害厂里丢了单子？明明是秤坏了。谁在说话？扣200。都给我动起来！林峰，特别是你那堆货，今晚必须清空，不然你那0.1元我也给你扣光。林峰，你干什么？18点00分，王厂长，我下班啊。我刚才说的话你是聋了吗？全员通宵加班，清不完谁也不许走。王厂长，不是我不想加，我是按照规定办事。根据规定，非生产计划内未经财务签字的滞留视为无效加班。老板娘，刚才您说这是整改，也就是没批条子对吧？您在文件里特别强调过，下班后不关电闸消耗园区电费属于窃取厂期电力资产。王厂长，您是想逼我当电耗子蛀虫吗？滚！你给我滚！好的，王厂长。另外提醒您，根据劳动法，您刚才说的全员无薪通宵的话，我已经录音了。如果今晚大家因为过度疲劳出了安全事故，这就不是工伤，是您的非法用工与故意伤害罪。各位工友，我不做电耗子，也不想猝死，明天见。今晚环保局会突击过去暗访，别让他们把那根偷排污水的管子藏起来，想办法拖延，我有答应。老板娘，昨天的特级纸板2000块货款，结一下。结不了。理由？纸箱子上面有一层灰，还有你没有提前3天提交大额废品结算申请单，属于先斩后奏。昨天大风沙落在上面的浮灰，这车祸王厂长昨天亲口验过，说急用，特批立刻结款。口头说的不算，我们要看条子。再说了，2000块，你这破纸是金子做的。厂里现在资金紧张，这种不合规的钱压3个月再说。这是我要给我妈交住院费的钱。怎么心疼啊？你要是跪下来求求我，承认你平时收破烂都是缺斤转两的，说不定我心情好，能给你结个200块饭钱。老板娘，希望你记住今天这句话。跪是不可能跪的。你疯了！回来这批货1分钱也别想拿。我不打算要了，就当是喂泥巴了。毕竟疯狗咬了我一口，我也不能咬回去，对吧？你骂谁是狗？谁急我骂谁喽。2000块买一个财务主管恶意拖欠、职场霸凌的实锤证据，这笔买卖太划算了。王厂长，你们这环保也太差了吧！洒点水降降尘很难吗？我肺都要咳出来了。洒水车坏了，那个小林，只要林峰开了水闸，就是他违规，水费和罚款都算林峰的。王厂长，有什么吩咐？没看见刘总呛着了吗？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去把你的水管打开喷喷。王厂长，不是我不开，老板娘的规定在那儿贴着呢，严看水资源。我说能开就能开，快去！你拿个破仪器干什么？测粉尘啊，我们要用数据说话。报告王厂长，现在的粉尘浓度是重度污染级别的3倍。3倍？你们这是要谋财害命吗？老板娘规定，非核心环节开启高压水枪就是严重违纪，罚款500元并全场通报。你就不能灵活一点？我特批你开。口说无凭啊，王厂长，上次我灵活了一次，扣了我几万块，这次要是开了，万一您事后不认账，说我浪费厂区水资源怎么办？除非您现在给老板娘打电话，让她发个红头文件，或者您当场扫码把这500元罚款先预付了。合不个屁！连个降尘的水费都付不起，
我看你们厂是要倒闭了。刘总，您听我解释。晦气！林峰，你是不是想死？你把大客户气走了。王厂长，与其冲我发火，不如看看朋友圈。王厂长，看来刘总的朋友圈影响力很大，门外的供应商看见动态，已经带着欠条来堵门了。林峰，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拿个破仪器把大老刘气走，这就是你对客户的态度？我要单方面撕毁合同，赶紧滚蛋！理由就是恶意破坏客户合作。你被解雇了，对，让你卷铺盖滚蛋，还要在行业群里曝光你。王厂长，您要赶我走，得先问问大老刘同不同意。哼，刘总夸我诚实守信，他讨厌的不是我，是连个水费都交不起的诈骗式黑厂。是，李少，那批2000万的特种纸样板已经打包好了，马上装车送过去，一定准时。张伟呢？我那个侄子张伟死哪儿去了？让他开叉车带着样板立刻出发，这是厂里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快，点火！这几吨重的样板还有半小时，必须装上卡车。快，点火！这几吨重的样板还有半小时，必须装上卡车。哎呀，我的授权卡还没办下来，行政那边说要走流程。喂，收破烂的，把你的叉车钥匙借我刷一下，快点！不行哦。什么不行？我是去给厂里挣2000万，耽误了你赔得起吗？老板娘上周刚发的文，特种设备管控红线，一车一卡，专人专用，严禁跨区外界，违者记大过，罚款1000。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个？赵大强死哪儿去了？来了，伟哥咋了？借你卡刷一下装车。我的卡昨晚借给老板娘锁她私人车库了，她带去打麻将忘拿回来了。给我！我的卡昨晚借给老板娘锁她私人车库了，她带去打麻将忘拿回来了。给我！张伟，老板娘昨天刚查了监控，车间小刘帮保洁大妈刷卡开了下洗地机，被罚了500。我连你们的呼吸费都交不起，不敢顶风作案。吵什么？还不快装机！叔，他不借钥匙，叉车用不了。林峰都火烧眉毛了，借给他，出了事我担着。王厂长，您确定严禁外借可是死规定？如果您非要我借，请您现在立个字据，承诺帮我交那1000元罚款，并且如果因此被老板娘撕毁我的承包合同，您个人赔偿我违约金。或者您现在给老板娘打个电话，申请特批。变通？就不会变通吗？张伟，叫几个人用手动液压车，一箱一箱给我搬上卡车。怎么这么慢？大门怎么只开一半啊？哎呀，忘了告诉你，为了节省电动伸缩门的电费，老板娘把非上下班时间的大门限位卡死了，只能开一半。什么？老板娘在会上说过，工作时间车辆不需要频繁进出，除非是想偷厂里的料，这可是为了防盗着想。我自己开车了。15公里外的送货点，祝你好运。怎么样？送到了吗？2000万拿下来没有？叔，路上报馆堵车，我下车扛着跑过去的，到了现场晚了5分钟。晚了5分钟？人家李少说我们不守时，直接拒收了。林峰，都是因为你不肯接钥匙，这笔2000万的损失你要负责，我要报警抓你。抓我！王厂长，这是张伟自己签字的承诺书，白纸黑字写着，
因违规借用设备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出借人承担。我要是借了，出了车祸或者砸了货，那才叫对厂区不负责任。现在我严格遵守了老板娘的规定，您要怪就怪老板娘这套滴水不漏的安全系统吧。完了，资金链彻底断了，这周发不出工资，外面那帮人能把我生吃了。快，赵大强，老王那边同意收那批尾货了，虽然只有50万，但能先打20万定金，正好够发工资，堵住这帮人的嘴。太好了，厂长，我这就去打印合同盖章。对方说了，今天下午4点前必须见到盖了公章的扫描件，否则就把单子给别人。还有半小时，快去盖章。厂长，公章在保险柜里。林翠翠呢？给林翠翠打电话，让她把钥匙送过来。厂长，您忘了吗？老板娘去地下麻将柜打3天3夜的闭关局了，底下没信号，根本联系不上。什么狗屁闭关？他是想害死我吗？王厂长，老板娘上周刚发的印章管理，公章必须入库，钥匙由她贴身保管，严禁他人触碰，违者一律开除移交公安。去他妈的！厂子都要没了，还管这个？砸！给我砸开！出了事我负责。好嘞，厂长您退路。批不得。林峰，你要背哪条厂规？不是厂规，是刑法。老板娘是公章的法定保管者，如果您在没有她授权的情况强行破拆并使用，这在法律上涉嫌伪造或盗用公司印章罪以及故意毁坏财物罪。我是厂长，我用自己厂里的章算什么盗用？以前不算，但现在老板娘和您的关系……王厂长，万一老板娘回来反咬一口，说保险柜里少了10万块现金，或者是您私自挪用货款，这视频可就是呈堂证据。您确定他那么爱钱的人不会这么干吗？你说怎么办？这笔救命钱进不来，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简单，写个个人免责声明，声明本次破拆保险柜系王海个人行为，与厂区合规流程无关，一切法律后果由王海个人承担。您签了字，摁了血手印儿，我就帮你喊外面的开锁师傅，哪怕老板娘报警，也抓不到我们头上。签了就是把致命把柄递到林峰手里，不签，这笔救命钱就没了。看来王厂长您的合规成本确实有点高啊。老板娘，欢迎出关。既然您强调严抗流程、见字打款，这些积压的单子，请您审批一下。怎么这么多？想累死老娘啊！
都是按您定的新规矩来的。保洁阿姨申请换个新拖把，金额15元，请签字。这种屁事儿也要我签？您说过，1块钱以上的支出必须老板娘过目，如果不签，全场都没法扫地。赶紧的，下一张。门卫室申请买2盒蚊香，8元，请签字。擦车加玻璃水20元，请签字。换个坏掉的灯泡5元，请签字。签，都给我滚！还有多少？烦死了！没几张了，这张是食堂申请买2瓶洗洁精，12元。签。这张是厂里申请支付给指定处理商新源微费的毒化学品转运费，金额5万元，备注特批加急无发票。新源微费，怎么听着耳熟？就是您弟弟，哦不，是老板娘您之前极力推荐的那家靠谱处理商，说是为了冲抵厂里之前的账面亏空。哦，对，那个，行，签。好的，最后一张，买2副劳保手套3元。好的。临县有个废旧机器的纠纷，客户闹着要退废铁，你去处理一下。记住，厂子现在困难，一切从简。按照老板娘的极限降本制度，普通人员出门只能坐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最便宜？对，最便宜，不能有1分钱的超标，否则财务绝对不报销，还得从你押金里豆扣双倍。没问题，王厂长，我一定帮厂里把钱省到骨头里。去吧，我看你怎么受不了那份洋罪。最好受不了自己滚蛋，老子就省了一大笔违约金。我的娘嘞！这 K 字号还要转拖拉机，这骨头架子都得颠3了。林站长，你自己贴几10块钱做大巴得了。那不行，贴钱是小事儿，违背厂规是大事。王厂长特意强调了最便宜。80减25.5等于54.5。为了帮厂里省这54.5元，我愿意牺牲我的腰椎间盘。哼。王厂长，希望这个效率您能承受得起。我去，林站长这朋友圈绝了，这他妈也太打脸了吧！林峰，你死哪儿去了？客户把你投诉了，说你放鸽子，我们要被告了。王厂长，冤枉啊！拖拉机半路抛锚，修了2小时，绿皮车又晚点，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他妈就不能坐大巴吗？王厂长，大巴要80块呢，为了省那50多块钱，准点率总是要牺牲一下的。您不是常说成本控制高于一切吗？这叫……哦，对了，王厂长，因为晚点我没赶上回程的黑车，今晚的住宿费……按照厂里的出差标准，这小县城上限是80元。我问了一圈，80元只能住洗浴中心的大厅通铺。王厂长，您看我是住还是不住？随你便，别死在外面就行。
昨晚我在洗浴中心大厅沙发凑合了一宿，虽然周围脚臭味重点，打呼噜声大了点，也没法洗澡，但比起80元的小旅馆预算，我又为厂里节省了20元，申请报销60元。这也太拼了吧，连澡都不洗，哗众取宠，为了20块钱连脸都不要了，这种刺头就该开除。王海已领取你的报销单。简直是奇耻大辱！现在整个工业园都在传，说咱们厂穷的连出差都只能睡澡堂子。王厂长的脸都被他摁在地上摩擦了。那能怎么办？单方面毁约赶他走。他现在手里全是我强制加班的录音。你要是敢硬赶，他反手就去劳动局告，还得让我们赔10万违约金。那就制造一个让他不得不立刻滚蛋的死罪。老板娘，您的意思是？如果只是态度不好，我们拿他没办法；但如果是严重违反商业道德或者恶意损害厂区核心利益，那就是重大过失，不仅能立刻赶他走，不用赔违约金，还能反咬一口让他赔偿厂里的损失。怎么操作？林峰废品站办公室里那台破电脑，密码还是原始的123456吧？明白了，只要用他的电脑登录园区供应商系统，给龙腾集团发点刺激的勒索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今天中午就动手。哎呦，中午这菜吃坏肚子了，我去趟大号。天太热了，去水龙头那儿洗把脸。连猜都不用猜，赵大强，你还真是条听话的好狗。虽然最近厂里遇到点小风波，但我们和龙腾集团的战略合作坚如磐石。只要各位的资金一到，死胖子，你和王海拿的那点回扣，老子早看腻了。下次再不打50万封口费，就把你们合伙排污的破事全捅到环保局去。这不是你们厂废品站林峰的账号界面吗？你们在干什么？公然勒索战略伙伴！林峰疯了吧？各位老板，别急着扣帽子，这封敲诈信可不是我写的。大伙儿看清楚，正在打字的那双粗手，是不是有点眼熟？这不是你们厂保安队长赵大强吗？他在干什么？这是商业犯罪！赵大强！赵队长，动作慢点儿。全场的金猪老板都在大屏幕上看着你的文采呢。你个畜生！你想害死我吗？是他，是林峰指使我的。我是为了帮厂里测试电脑的安全漏洞。测试漏洞？赵队长还要我教你这字吗？厂规第1条，严禁盗用他人账号，严禁伪造商业信函。刚才我已经报案了，理由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及企图勒索商业伙伴，证据确凿。刚才的现场直播，大伙儿都看见了。老板娘，救我！是你让我干的！你说只要把林峰赶出厂区，你放狗屁！你自己心术不正，想栽赃陷害，别扯上我！警察同志，快把这个班里带走！林翠翠，你过河拆桥，你不得好死！王厂长，我真的不知道那蠢货这么大胆。行了，别嚎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搞钱。
龙腾那边的单子估计要黄，这事儿传出去，名声就臭了。本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将迎来特大暴雨，部分高铁航班可能延误或取消。周董，那个身价100亿的大投资人周董，他今天的飞机飞香港会在我们市经停2小时。您的意思是？这是最后翻盘的机会，只要能在机场截住他，让他签下那份意向书，厂子就有救了。林峰，别走，立刻去机场，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见到周董，见不到你就别滚回来了。快去啊！愣着干什么？周董的飞机还有2小时起飞。王厂长，前面排队500人，因为恶劣天气，专车价格飙升到了380元，而且不一定有人接单。我不管多少钱，哪怕是1000、1万也要去。那是您的口头承诺，为了避免事后扯皮不认账，我要走合规流程。艾特林翠翠老板娘，特殊情况。去机场申请批复380元打车费，请确认。厂子困难时期，严控成本，你就不能想别的办法吗？收到，各位见证，是老板娘让我给厂里省钱的。因前方信号故障，列车将晚点运行，请乘客耐心等待。林翠翠，这就是你说的严控成本？你要害死老子了！这趟列车带走的不是合同，而是这家黑心厂子最后的寿命。我是王海厂长的代表，我要见周董。不好意思，先生，周董已经登机了。能不能通融一下？只要1分钟，签字只要1分钟。这是规定，舱门已经关闭了。很好，飞走了。背景是价值2000万的遗憾，这张照片应该很贵。373块，他是故意的。去你的节约！2000万没了，就为了省这300块钱。林翠翠，这就是你的好制度。2000万没了，就为了省这300块钱。林翠翠，这就是你的好制度。王海，你疯了！是你同意严控成本的，当初扣他0.1元的时候，你也笑得很开心啊。那时候厂子还没死，现在资金链断了，全完了。既然完了，那谁都别想好过。林峰，全是林峰这个小兔崽子搞的鬼，从一开始他就在算计我们。对，开除他，撕毁承包合同，让他立刻滚蛋，把他的押金、货款全部扣光。不仅要赶他走，还要让他赔偿。那2000万的损失，我要算在他头上。通知保安队，等林峰一回来，直接把他押到会议室。是。我要让他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是什么。签了，理由严重失职，给厂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林峰，没起诉你让你赔那2000万，已经是王厂长仁慈了。识相的赶紧滚，
别逼我们在整个工业园封杀你。严重失职。王厂长，我去机场的路线、交通工具完全符合老板娘审批的要求，我是严格执行制度的模范商户。您现在赶我走，这叫违约，单方面解除合同。我管你违不违约，这厂子姓王，我说你违规就是违规。好，既然您要算账，那我也算算，违约赔偿金加上这1年来你们恶意克扣的废纸货款，以及那笔荒谬的视觉污染费退还，一共是18万4300元。王厂长，您是现金还是转账？以及那笔荒谬的视觉污染费退还，一共是18万4300元。王厂长，您是现金还是转账？18万？你做梦！你去告！我看哪个法院敢判，我有的是法务团队陪你耗。没了证据，我看你怎么告！滚！现在就给我滚！王厂长，您是不是忘了我以前是读法律的？撕吧，撕得开心点儿。这只是复印件，原件我已经在来厂里的路上呈寄给法院和劳动监察队了，现在应该已经签收了。你……哦，对了，刚才进来的时候，我顺手连了一下厂里办公区的内网打印机。倒计时，3、2、1。什么东西？怎么自动打印了？停下！都停下！不许看！原来强制通宵不给钱是可以去告索赔双倍的，那个借扫把罚款也是非法的。谁敢填那个表，就是跟厂里作对，下场跟他一样，直接滚蛋！王厂长，不用威胁大家，大家都是卖力气赚钱的，不是来卖命的。老板娘，记得把解约证明寄给我，备注写清楚点，别写严重违纪，要写因厂区无力支付欠款而单方面毁约，否则我这18万还得加点精神损失费。灵儿，保重。好戏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家号称市里龙头的造纸厂，他们的合规是从控制工人的饮水和眼神开始的。喂，刘总，撤资？为什么？我自己看同城热搜，害是视觉污染费，害是史上最抠门黑厂，害是奇葩厂长，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撤资，立刻撤资！王厂长，那个账号又更视频了。扣除视觉污染费。完了，这下全网都知道了。举报！快举报他侵犯厂区商业秘密，让他删视频！王厂长，不好了！不好了！大门外面来了好几辆带警灯的车，有环保局的、税务局的，还有劳动监察大队的。
我是税务局稽查科的，接到群众实名举报，贵厂涉嫌多起虚假报销和逃税漏税行为，请配合调查。我们是劳动监察大队的，关于贵厂拖欠工资及恶意苛刻费用的集体投诉，我们也接到了。误会，领导，都是误会，这是被开除的商户恶意报复，我们厂最讲究合规了。对，账本都在整理，太乱了，不太方便看。方不方便不是你说了算，请让开，我们要依法封存所有财务电脑和凭证。听说税务局的朋友已经到了，王厂长，这第一份大礼您还满意吗？听说税务局的朋友已经到了，王厂长，这第一份大礼您还满意吗？王厂长，完了，全完了，网上的舆论根本压不住，全是骂我们西线鬼的。投资人刚才发邮件正式启动撤资程序，还要追究我们的违约责任。都是林峰这个狗杂长，他这是要置我于死地。他发那些厂区内部视频是侵犯商业秘密，我们可以起诉他，让他坐牢。对，起诉，吓唬住他，让他删视频，只要他删了，舆论就能平息，我们还能翻身。林峰，这是违法泄露厂区商业机密，律师函马上就到，识相的赶紧把视频删了，滚过来跪下道歉，否则我让你把牢底坐穿。商业机密，原来克扣工人喝水上厕所也算造纸厂的商业机密啊！老板娘，别急着起诉，您还是先担心一下怎么跟税务局解释，为什么厂里连一卷卫生纸都要工人自费，账面上却每个月都有一笔巨额的微费处理费，流向了您亲弟弟开的那家空壳公司新源微费吧？他怎么会知道？王厂长，林峰知道新源微费的事儿了，那是我们洗钱的通道，要是被查实，那是真要判刑的。那是你亲弟弟开的公司，跟我有什么关系？王海，钱是你让我转的，你说那是为了避税把钱套出去。翠翠，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账户冻结了，但稽查科还没查到明细单件，我们还有时间，趁现在赶紧做一套假账，把那些转给新源的钱做成合法的违约金或者设备维修费，只要账平了，我们就没事儿。这需要原始凭据啊，之前的单据都是乱填的，怎么评？你是财务主管，你想办法，只要你能平账，我给你500万，否则大家一起死。必须找到之前的审批单，只要有我签字的审批单，就能证明流程是合规采购。老板娘，保洁换头把申请15元，特批加急转运新源微费5万元。全是我签的字，我引以为傲的财务大权，那些随意的签字盖章，原来都是林峰为我量身定做的催命符。老板娘，这是北周的零星报销单，您签个字。烦死了，以后这种破事别来烦我。林峰，你个收破烂的早就给我挖好了坑，这哪里是审批单，这是老娘的认罪书啊！林翠翠，账做平了没有？天亮之前必须给我搞定。王海，你想让我一个人把牢底坐满，做梦！王厂长，这笔钱当初可是你硬逼着我转到新源微费的，你现在想不认账了吗？寄给各位大金主和经侦大队，这一单不讲究最便宜，发特快。王海，你个王八羔子，拿老子的投资款去澳门豪赌！大家不要听外面那些风言风语，咱们厂的资金流现在非常健康。昨天我已经跟市里的大老板谈妥了新一轮注资，那个天天造谣我们的网红账号，马上就会被封号抓人。可是上个月的工资已经拖欠半个月了。在这个考验狼性的关键时刻，谁提工资就是对厂子不忠诚。只要大家陪我熬过这几天，下个月全员基本工资涨50%。谁呀？门都不敲，懂不懂规矩？王海，饼画的挺精彩，不过剩下的词儿去局子里的审讯室慢慢讲吧。饼画的挺精彩，不过剩下的词儿去局子里的审讯室慢慢讲吧。这是干什么？警察同志，我是合法办厂啊！你们涉嫌职务侵占、挪用巨额资金及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极其巨大。跟我们走一趟。警察同志，我是冤枉的，我就是一个管财务的，我全都是听厂长的指示，厂里的钱全被他拿去澳门赌输了，我是被他拿到
放你娘的狗臭屁！林翠翠，你个疯婆娘，账全是你亲手做的，字儿是你签的，那个洗钱的空壳公司是你亲弟弟开的，死到临头，你想把黑锅全扣老子头上？我有证据，我有录音，我昨天刚录了音。录音？你以为老子傻会认你的套？我在门外一个字都没承认。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凡事要讲实证啊，老板娘。王厂长说的太对了，凡事都得讲证据。林峰，警方这边办案需要核心证人，我就义不容辞的来了。老板娘，您刚才是不是在找证据，证明王厂长完全知情并是主谋？可惜啊，您那点录音没用。警察同志，这是厂区过去1年所有的核心经手单据，林祖祖混在扫把蚊香申请档里签下的那几10份微费特批账，以及王海在微信上亲自授意他特事特办把钱套出来的聊天记录完整备份，全都在这里。王厂长，您是不是贵人多忘事？忘了前几个月您的手机主板进水，是我帮您修好并顺手把数据恢复的吗？您的微信聊天记录，我可是有定期云端存档的职业习惯，毕竟这也是厂区设备安全合规的一部分啊。你他妈的一直在监视我！这不叫监视，这叫合规留痕。真得好好谢谢老板娘和王厂长平时对厂规制度的严格执行。要是没有你们逼着留下的这些字迹和记录，今天咱们还真定不了这铁案。人渣败类！呸！你根本不是收破烂的，你是魔鬼！你他妈从第一天就计划好了！都是您教我的，细节决定成败。嫌疑人林翠翠，这张向新源微费虚假支付5万元处理费的申请单，是你亲手签的字吧？是，字是我的，但我当时真的以为是买食堂的耗材。以为是什么？这上面加黑加粗写的清清楚楚，特批无票加急，而且司法鉴定科已经查过，这文件上只有你一个人的鲜红指纹，根本没有王海的印记。老板娘，您当时签这张单子的时候，上面盖着那张是门卫申请买2盒文销，下面垫着那张是保洁大姨买2瓶洗洁精。您嫌我烦，看都没看，连着这3张一笔就全划过了。签，赶紧拿走个货款！是你这个狗娘养的，故意夹在里面的，你挖坑陷害我！老板娘，字签下去之前要看清内容，这不是您当初扣我货款时教我的第一课吗？林峰，你好狠的心，你早就设好局了是不是？就因为当初扔进桶里的那个1毛钱硬币，你居然算计了我们1整年！老板娘，不是我心狠，是您自己定的规矩太狠了。您当初变着法儿的用各种奇葩借口榨干工人身上的每一滴血，美其名曰叫极限降本。现在我用国家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亲手送你们进去踩磨人机，这也叫权成长穿透。只不过这一次被彻底穿透的是你和王厂长的人生。林站长，真爷们儿，谢谢你！钱到了，咱们的血汗钱发下来了。刚才法院强制执行，把这黑厂账户里剩下的钱全划到咱们卡里了。妈，你在医院治病的钱终于有着落了。林总，这是咱们园区新拟定的装卸工考勤管理办法。为了防止他们偷懒，下面提议想把迟到1分钟的罚款直接提高到驳回，重写。啊！可是林总，这新规定能帮咱们园区省一大笔人工钱啊！我们立规矩的意义，是为了保护园区不出安全事故，保护基层工人不受恶意侵害，而不是让你拿规矩当刀子，去帮资本家做吸血的刽子手。马上滚回去告诉下面的人，再敢有人敢跟我提这种把工人当牲口使了的罚款制度，我明天就带人去查他们私人过手的采购账，听懂了吗？听懂了，是林总。
半年了，这笔账连本带利，该去结清了。你这丧门星来干什么？来看老娘的笑话，还是来给你那个破账号拍视频找素材？我来还钱的。还钱？还什么钱？当初被你们赶走的时候，走得太急了。你们赏我的那笔巨额结算款，我一直没舍得花。这层胶布我可一直没撕，当初老板娘您可是亲口定过规矩，撕破了，这钱就花不出去了。拿走，快把它拿走！那可不行，这是您赏我的结算尾款，今天必须得物归原主。虽然外面这半年物价有点通货膨胀了，但这1毛钱，在你们里面的小卖部买根最便宜的橡皮筋扎扎头发，应该还是够的吧？哦，真不好意思，我忘了您现在的发型已经完全不需要扎头发了。林峰，你这个挨千刀的杂种，你是故意来看我笑话的！对，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今天就是来看你笑话的。老板娘，当初你高高在上，把我们这些底层人踩在脚底下当畜生的时候，不也是把我看作一个随手可以丢掉的笑话吗？这在物理学上叫因果报应。就为了这1毛钱，你就为了这可笑的0.1元，你毁了我这辈子，毁了整个造纸厂，你觉得值得吗？值得。这不仅仅是1毛钱，这是一个人，一个底层人尊严的定价。当你们把工人当成纯粹的消耗品，连喘口气看一眼都要算进磨损费里的时候，就已经死死注定了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结局。林翠翠，你记清楚了，不是我林凡毁了你，是你骨子里的贪婪和高高在上的傲慢，亲手把你送进了这里面踩缝纫机。林峰，你个杂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林大站长，这笔陈年旧债还爽了吗？两清了。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新循环产业园那边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历史烂账，可都眼巴巴等着你去给他们立合规矩呢。急什么？在这个到处充满恶毒算计的吃人世界里，只有一样东西是绝对无价且永远免费的，那就是不被任何人定义的这口气。